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关于头发的护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我有参加一个头发的疗程，前后断断续续护理应该也有1年的时间了。可是在今年1月开始我就没有再去了，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原因。今天也会推荐还有分享一些我平常用过觉得最有效最适合敏感头皮使用的那些头皮精华、头皮的保养品。其实很多都是脸部的产品，我只是把它使用在头皮上，但是怎么使用在头皮上，还有怎么选择那些产品，还是有一些细节要注意。好，那么如果对以上的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就继续咯。首先我想要分享我在Dr. CYJ 头皮护理这家美容中心做了些什么，还有一些经历。这个影片是没有任何的广告，头皮的护理都是我自费去参加的。我本身呢，除了皮肤会敏感之外，头皮也是有点敏感的，是属于比较容易发炎的。平常头皮的出油量蛮多，但是同时也很缺水。我的头皮一旦缺水了，出油量会增加，而且会伴随发炎的状态，导致头皮会经常长一些类似痘痘那种有的没的。但是只要我的头皮是健康的状态，就不会长任何的东西，而且头发也会增加比较蓬松一点的。所以我的头皮只要维持健康的状态了，落发的部分也会改善。我相信台湾应该也很多观众朋友会类似我这一种的头皮。好，回到正题了。当初我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我的亲友他参加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效果非常好。我的这位朋友他本身因为癌症的关系有去做化疗，做完之后大家也知道头发会慢慢掉落，很开心他已经康复了。可是之后身体比较脆弱，头发明显少了很多。其实他自己也是很多不同的产品，很多方式改善的效果都一般般。所以后来呢，他就去一家专门的头皮治疗 Dr. CYJ 这一家去试试看，结果效果非常好，他的头发越长越多。现在目前已经也差不多1年半2年左右了。虽然他的发量没办法回到当初，但是现在看起来至少是正常的。所以头皮护理的确是有用。当然了，他参加的疗程有一些单价比较高，我是没有参加的。我去做的护理疗程是比较基本款，基本的洗头、头皮按摩，还有头皮的水飞梭，做深层清洁，然后就没有了。连涂东西那些我都没有加。为什么我没有加？因为我对于产品部分会比较严格一点，加上自己有用过嘛，所以会知道我对哪一些产品比较容易发炎过敏。那刚好他们家很多产品都是含 PEG、香精，甚至有一些含酒精。其实有一点点这种成分我是还能接受，但是因为刚好他给我的一些产品那个成分列表啊，有效成分都是排到几乎接近防腐剂之后，看了一下，我觉得不要浪费了，就跟他说不要。参加这个课程他会送一套头皮的产品，洗发精、润发乳，还有一些头皮精华水之类的，这些都是疗程包的。现在我不知道，但是当初是这样。既然他的产品我没有很满意，所以就单纯的做头皮的护理、深层清洁、按摩为主就好。我觉得不要少看头皮深层清洁这一个项目，很多人就是头皮没有清洁干净，导致擦的东西不吸收，然后还阻塞毛孔，导致长很多痘痘啊、粉刺，毛孔堵塞也会影响头皮的油脂分泌，最终就是导致脱发的情况发生。很多时候我们在家里觉得我已经洗得很干净了，但是很多位置、很多地方你没有一些仪器去测试，没有看到有一些位置可能很多地方你是忽略掉，长期没有清洗干净，导致各种的头皮问题啊。所以我觉得你在外面2周一次的深层清洁是可以去参加的，这不是浪费钱哦。我觉得一开始是有明显的改善的，每一次他都会给我看我的头皮状况，做疗程之前会先照，做完疗程之后也会照给我看，然后去分析。头几次是
有效果的，但到后来了，我觉得就差不多了。在这边我想要吐槽一下，首先呢，他每一次给我洗头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个可能难免嘛。可是通常这一种的美容师每一次都是同一个，这样才会比较方便追踪你整个疗程的发展，看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改善，有一些补强之类的。但是他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人，就感觉每一次他都要重新去跟你磨合，跟你认识，所以你的头皮状况怎么样呢？每一次他都没办法好好帮你分析，有时候好不容易好了，然后下一个就换掉嘛。机器试着每一次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像我呢，有一个地方呢是要针对的，因为那个闭塞很久了，在我的头皮后面呢摸起来长了一个包，但自己看不到。这个疗程呢进行了差不多快1年的时候，本来想要停止，刚好有一次有一个不错的护理师，他帮我做完这个水飞梭之后，我回家这个位置就开始长痘。它长痘了是含脓，这个是好事，因为它之前闷在里面完全没有动静，然后那边的头发可能就会有慢慢退化，但是后来脏东西开始被吸出来了，它就开始代谢。当时我才知道原来是太多脏东西毛孔阻塞导致的。可是呢，你知道水飞梭这个疗程呢，它帮你弄的时候是很随意的，不一定是每个毛孔每一个毛囊都帮你清得干干净净，有时候是随机的，就是刚好清到就爆发，就是这样。后来呢，我每一次都是要交代一些人帮我去针对这个位置去清一下，可是到后来好像又没有什么进展，那个包还是在，但是它已经平了许多，然后整体头皮头发部分了，有时候会好一些，有时候反而是变差的，尤其是刚开始我掉的头发更多，然后长更多痘痘。原因是除了生活习惯之外，我觉得最大问题是它的产品，它用的润发乳，偶尔不同人帮我去用的时候，有时候用太多，也太靠近我的头皮部分，然后我的头皮是非常敏感，平常我都不太敢用润发乳太靠近我的头皮，而且我用的润发乳都是没有细鳞的，都是比较天然的。美容院的东西我是不能换，就算我有跟他提过可不可以用我自己的，他们也说不行。刚好有1-2次就是因为弄到我头皮，我回去之后呢就狂长痘，就是1次而已就狂长痘了。大概我是2-3个礼拜做1次这个疗程之后，我就有点怕了，因为反而掉更多头发。但是幸运的是，我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我这个情况，所以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也跟他们说不要用润发乳了。之后呢，就比较没有这个情况发生。但是你们知道吗？没有用润发乳，我的头发是会比较干燥，梳理的时候比较麻烦。反正我需要注意的地方实在太多，然后他们又不能换其他的产品，所以到最后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了，不需要再继续。但是呢，我觉得有好处，我的头皮也是有改善的。改善的部分呢，不是他们的产品多厉害，他们的疗程多厉害，而是因为每一次做疗程之前都会照头皮，有专业的器材可以分析，所以这段时间我大概也了解我的头皮状况，知道缺了什么，要补充什么。首先我的头皮呢，我一直以为我要控油，要深层清洁而已，但是呢，原来我的头皮超级缺水，头皮有时候还会敏感，会红，有红血丝，这一些都是要专业的器材才可以看得到的。那有时候呢，刚好会遇到一个比较专业，但是可惜每一次都不一样，我没办法控制。当我知道我的头皮是非常敏感，是很缺水的时候，也知道我用的产品原来是不够。原来我们用在头皮的发妆水啊，是要用很多的。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用的比较少，像防晒一样。后来我增加那些产品的用量在我头皮上之后呢，其实明显头皮缺水的状况已经改善。神奇的是，我的头皮补充水分、缺水状况解决之后，我的出油量超神奇的减少很多。现在头皮的出油量已经是正常，之前真的超不正常。每一次去洗头的时候，还有做护理的时候，护理师他们都会问我几天没洗头啊？其实我每一天都洗头啊，但是只要过了半天之后，我的头就超级油的，出油量多，也很容易导致脱发的情况，这也是我的困扰。当时我用的头皮产品呢，只有喷的那种
化妆水而已，其实是不够的，稍微改善了，但是觉得还是有点不足。后来我也观察他们用的东西，还有我的那位精油的状况，询问了他关于疗程用到些什么，慢慢我领悟到头皮除了需要化妆水之外，还需要头皮的精华。说实话，在市面上能够用在头皮上的精华，要么就是很贵，要么成分我觉得不合格。除了精油的香味，其他的人工香精我一闻不太能够接受，我会感觉有点恶心。如果我一整天都跟随着我的头皮，我一整天都会心情不好。之后呢，我再仔细的去观察涂在头皮上的产品成分，原来跟皮肤也差不了多少，有一些可能会针对头皮出油舒缓的问题。B5、积雪草、鱼腥草、玻尿酸、男酮生态等等，这些其实很多在皮肤上的产品都是有的，用在皮肤上好的产品还蛮多选择。我就测试了好几款的不同精华，其中我觉得效果最好、最舒适的就是这一款 Fuso 的5滴玻尿酸的精华。这款精华它成分单纯，而且没有香精、酒精、精油、PEG 添加，它保湿度好，但是超级清爽，也不会搓泥，非常好吸收，所以用在头皮上很适合。在这边呢，我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怎么样选择一些脸部的产品使用在头皮上。我觉得首先是质地要很好吸收，比较有流动性的，成分不见得要非常简单非常少，但是越单纯其实是最好的，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在于它的成分，它的成分不要有香精、酒精、PEG 等等这一些成分。我觉得精油还可以，但如果你是超级敏感的头皮，我会建议连精油都要撇除。这一年来呢，我也试了很多不同的脸部精华，觉得比较适合用在头皮上的，今天都会分享给你们。成分之外呢，最重要是它的质地，所以用在头皮上啊，一定要注重清爽度，保湿但是要很清爽，还要有舒缓的效果，减少一些头皮的炎症。像凝胶类的产品就不太适合用在头皮上，有一些玻尿酸它的质地是很容易搓泥的，那一种也不适合。化妆水还会加精华一起使用，我觉得精华加化妆水这个配套是最好的对头皮。当然偶尔觉得头皮闷闷的，想要舒适一点，偶尔也可以只用化妆水，你可以2选1去用，但是不要什么都不用，因为真的会让头皮的状况变差，这个会影响你头皮健康部分。如果你头皮很容易出油，本身都是缺水的，每一天其实都是要涂一些头皮的产品的，但是涂抹这些产品的时候，一定是要洗完头之后，当你的头皮干净了，才好涂这些东西啊。有些人不见得每一天洗头啊，不是每一天洗头的朋友们呢，也不需要每天用啊，就洗完头之后用就好了。那我这个油头呢，一定是每天都洗的，一周呢会用1次的深层清洁的磨砂，就是这一款 Aromatica 的迷迭香头皮去角质霜，这个是会起泡的，用的时候也会有明显清凉感。它里面的磨砂是天然的海盐，用完之后头皮部分会比较放松，发根也会比较蓬松一点，会比较干净。但是因为这个比较深层清洁嘛，洗完之后会有一点点涩涩的感觉。多深层清洁的磨砂产品呢，洗完头之后也是会有这种感觉。洗完头之后呢，用润发乳就 OK 了。润发乳记得不要太靠近发根部分，要避开。之前我也是有分享过一些头发的洗发精啊，头皮的清洁产品。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留言给我，我之后也会再分享。那今天这一集主要是头皮的涂抹产品为主，化妆水我用过很多不同的，使用久之后对产品上也会越来越严格。现在目前觉得最适合、最推荐的还是这一款迷迭香叶水，这款是 Aromatica 的迷迭香叶精华水，它是可以涂脸也可以用在头皮上。通常我是倒在这个有喷头的瓶子，然后用在头皮上，会比较均匀，比较方便呢。直接倒也是可以的，只是比较不好用而已。这款是没有任何的香精、酒精、精油、PEG 添加，成分是非常单纯，只有好几种而已。闻起来就是迷迭香叶的味道，非常的清新，它是水状，很清爽，但是又有保湿力，同时也有消炎的效果。用在头皮上呢，
隔一段时间被头皮吸收之后再吹干，或是完全不会有黏腻感，不会让你头皮很黏出油。所以呢，我很推荐它，适合所有头皮一年四季使用。迷迭香叶呢本身也是对头皮增加发量、消炎。对于头皮头发部分呢，在网络上很多专家也很推荐的。迷迭香叶用在头皮上的成分是首选，另外也可以用绿茶，因为绿茶这个成分呢也是可以帮助头皮减少一些炎症、控油。同时市面上绿茶成分的保养品也是比较多，之前我有分享过 One Thing 的绿茶化妆水，它的成分呢只有好几种，2-3种左右，主要成分是绿茶的萃取。那一瓶呢也是很适合用在头皮上，使用的方式跟这一款是一模一样，用完之后是有保湿度，但是也很清爽的，头发干了之后就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另外如果你想要找其他的化妆水去替代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有些产品用在皮肤上是清爽，但是用在头皮上可能会稍微黏一点点。我推荐的是 Our Medica 这一款的迷迭香叶精华水。除了这款化妆水还有一款我非常推荐这一款 Mixun 的，它也是水状的，但是它的保湿度会比较高一点，用完之后也不会黏，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它的成分也很单纯，大概只有7种而已，主要成分添加了人参根提取物、黄连根提取物、苦参根提取物、黄芪根提取物、桑树皮提取物等等，都是一些中草药的配方，没有香精、酒精、精油、PG 添加，闻起来会有一点点中草药的味道，非常的清淡。那这一款呢，我觉得它很适合懒人使用。当然我不想涂那么多东西，但是头皮又需要保湿一点、营养一点的话，我就单用它就可以了。这款是头皮精华水，也可以直接单用它，但是呢，因为用量比较多嘛，比较快用完，一瓶比较小瓶，我觉得偶尔可以交替的使用了，还不错的。价格应该是不到1000块台币，几百块台币可以买到。这个是50毫升，它的颜色是有点黄色，会比较水一点，它流动性比较强的，就像水一样。近闻有一点点人参的味道，很淡。看，它也是很清爽的。好，接下来要分享一些头皮用的精华。我觉得这款 Fuso 的5滴玻尿酸精华我就不多分享了，常常都提起它的，你们可以在虾皮找到它的官方网站，价格也是非常平价的，就算大量使用也不怕。这一款是我用过最舒适、最喜欢的，所以这款是我长期必用的款式，而且它也是可以用在脸上，用在眼周也很适合，分子小，好吸收。详细内容我就不多说了，想要知道它的更详细内容可以看回 Fuso 产品分享那一集。接下来这一款也是很推荐可以用在头皮上，这一款是 Village 的玻尿酸男频精华。这一款精华也是很久之前有分享过，它也是脸部的精华。首先它的质地也是非常有流动性，而且它保湿度也很好，成分上呢不算是很单纯，但是也是蛮不错的，是适合用在头皮上。它是没有任何的味道，没有香精、酒精、精油、PG 添加。然后它的保湿度呢，我感觉用在头皮上稍微会比 Fuso 这一款好一点。虽然它的质地流动性比较强，可是它的保湿度、锁水度会比刚刚的那一款更好。有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太过热的时候、太闷的时候，我是不会用它，反而秋冬的时候头皮特别干的时候用它很好。其实它的保湿度也算是清爽，但是用在头皮上有时候滋润度高一点也会容易导致皮肤长痘之类的，所以头皮的产品也是要挑适合自己的。搞不好有些人适合更保湿的、更滋润的。如果你是保湿度太高不行的话，你可以单用化妆水，这一种就没有任何的油分，它就很适合油头使用。还有这一款也是不错的，就可以根据你的头皮状况去选择，或者是去替换。头皮跟皮肤一样，不见得每一天都一样哦。尤其换季的时候，今年跟明年有可能用的东西又是不一样，这个也是要自己注意的。这个精华它的总成分大概有54种，虽然它有54种成分，可是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多种的植物提取物，还有 B5 以及多种的玻尿酸的成分，绝大部分都是有效成分。它还添加了多种的氨基酸，氨基酸对于头皮头发也是很有帮助，帮助我们头发更强韧
润一点，单看成分也是不错的，涂脸涂头皮也是很好用。那如果你想要完全清爽的话 Fuso 这一款吸收完之后是完全清爽的，非常清爽，大家可以选择看看。那这一瓶呢相对便宜一点，因为它比较大瓶，它是有50毫升也有100毫升，我手上这一款是100毫升，在虾皮是可以找到，价格相对会比 Fuso 再便宜一点，这款已经很便宜了，这款更便宜。另外呢，有一款我觉得也很适合用在头皮上，但是它快要停产，这款也是我连续3年的爱用精华。这款精华除了用在皮肤上好用之外，用在头皮上也是很适合，因为它的质地也是偏水状，比较好吸收，不会搓泥，而且它的成分也是特别适合敏感头皮使用的。它的很多成分都是舒缓镇定、消炎为主，同时也有补充水分、保湿的功能，是属于比较清爽的。这款呢用完之后会有微微的清凉感，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 哦，大部分的成分都是植物的提取物，主要成分是添加了积雪草跟茶树叶水。这一款也是很适合偏油头皮使用。如果你的头皮很容易出油、经常性的发炎，我很推荐你可以用 Aromedica 这一款的发妆水配合这个精华使用，用在头皮上你会看到明显的改善。这瓶也是1年4季都适合用。你们记得要买旧缓这一个包装这一个绿色的精华哦，因为新缓的成分是不一样，质地也有不一样，用在头皮上未必是适合的。我推荐的是这一款旧缓 Matthew 的茶树积雪草的精华。接下来这款也是很适合用在头皮上，但是它的保湿度会明显比我前面分享的精华更保湿、更滋润一点。它的流动性也是很强的，是 Limbezin 的6号精华。那这款精华很久之前我有分享过，感兴趣的朋友也是可以回去看一下。它的流动性是像水一样的，但是它的保湿度非常好，超级好。有时候它的保湿度我感觉好到有一点闷皮肤了，它在我皮肤上不见得那么适合。如果你的头皮是干性头皮偏干的，就很适合这一款6号精华，可以涂在你的头皮上，它也是不搓泥，成分也是很不错，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酒精、精油和 PEG， 没有任何的香味。主要成分呢，添加了63% 的冰河水、烟酰胺、多种的玻尿酸成分以及多种的植物提取物，还有天然保湿因子。它的保湿度、锁水力是很不错、很强的，但是质地又很好吸收，也是非常适合使用在头皮上。这款精华用在脸部也是有很好、很不错的保湿效果，但是我只推荐超级无敌干燥的头皮使用它，不然的话用完之后又长痘什么的。再提醒你们不要用太保湿、太滋润的产品了。没有那么缺水的话，也没有必要用太多东西，要用适合自己的产品。迷迭香叶水是我今天分享的最清爽的，又是同时适合所有头皮使用，1年4季用都没问题的。第二就是这款 Mixon 的头皮精华，它的保湿度就会稍微比这一款好。好，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请记得帮我按赞，还有别忘记分享、订阅、按小铃铛。我们下次见，拜拜。